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学毕业后，为了帮村里的石榴拓宽销路，我放弃年薪100万的工作，回乡直播带货。可石榴卖出了名堂，赚了钱，村民们却纷纷指责我昧了他们的收入。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哪里有钱买100多万的车？肯定是把咱们卖石榴的钱给吞了。年纪轻轻的，连乡亲们的钱都黑，真不要脸。我解释说，车子是买来谈生意用的，而且花的都是我自己大学时候攒的钱。可他们死活不听，甚至在我不愿意让出股份之后，砸了我的车，烧了我家的房子，害我全家人无处可去。盯着这群贪婪的白眼狼，我气急反笑，扭头就把直播间搬到了邻村。我倒要看看没了带货主播，他们的果子还能不能卖得出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大学毕业后，听到我妈发愁家里和村里的石榴都卖不出去，我便回了村子里，靠着直播带货帮着村子里的大家销售。因为大学时期的直播经验，加上我自己本来就有个几万粉的账号，直播带货渐渐有了起色。村子里原来找不到销路的石榴，不仅顺利卖了许多小单，还跟几家果汁厂谈成了大合作。又一次直播到了凌晨3点，在和小助理核对过销量订单已经超出预期30%后，我疲惫地打了个呵欠，一头扎进了床上，一觉睡到9点半。迷迷糊糊的，我听到家外面似乎有许多人的吵嚷声，好像还有人在争辩着什么。正准备蒙着被子继续睡，我妹突然闯进我屋里，一把掀开我的铺盖，额头冒着豆大的汗珠，脸上满是焦急。姐，你快下去看看，出事儿了！大家都说你直播卖货卖高价，给乡亲们报低价，坑了大家的钱，正缠着爸妈要说法呢。我瞪大了眼，顶着一头雾水，连忙穿好了衣服，跟着妹妹下了楼。一进客厅，果然乌压压围了一群人，为首的那个居然是我二叔的儿子，我的亲堂哥林耀祖。我爸妈被他们围在中间，朴实沧桑的脸庞透着不解和无助，可除了扯着嗓子安抚大家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。看到我下来了，众人齐刷刷望向我。林耀祖斜睨了我一眼，阴阳怪气地咳嗽了2声，咧开了嘴角。哟，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哈！乡亲们每天起早贪黑，5点过就起来了，人家多舒服，还能一觉睡到9点过，这日子可真滋润啊！我眉头一皱，不悦道：林耀祖，有话直说，别在这儿阴阳怪气的。林耀祖鼻孔一哼，2只眼珠子似笑非笑盯着我，嘴角勾起嘲讽的弧度。我说2句话你就听不下去了，那你贪了大家的钱又该怎么说？听到他的话，站在客厅里的村民们也纷纷扭头看向我们一家子，眼神阴沉，压抑着怒火。我一头雾水，指着站在不远处的好闺蜜小翠，字字铿锵有力：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小翠是村里的财务，给大家的钱都是她一笔一笔记录在账的，白纸黑字，明明白白，谁有问题直接去查就行了。你凭什么说我贪了大家的钱？小翠也坚定地点头，对大家说，谁有疑问可以直接来找我查账，每一笔收入和支出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林耀祖冷哼一声，轻蔑瞪了眼小翠，嘟囔着：你俩打小关系就好，谁知道他会不会帮你做假账？再说了，你也别说我冤枉你，你自己好好看看吧。说着，他掏出手机，打开某视频软件，播放我直播讲解村里石榴的回放录屏。
你给大家报的价格是每斤8块，但是你在直播间卖的是每斤16，足足贵了1倍。这多出来的8块钱，就算扣除运输的成本，也还得剩3、4块的利润吧？你直播带货，一晚上就能卖20、30万斤，每斤坑乡亲们3、4块，一晚上你就能摊100多万。怪不得有钱卖保时捷咧，感情都是拿着乡亲们的血汗钱去享受。林耀祖说的义愤填膺，旁边的村民们也附和着他，对我指指点点。思瑶，你好歹也是乡亲们看着长大的，咋能连大家的钱都贪啊？就是，亏你还是个大学生咧，居然坑咱们这些没文化的农民的钱。念那么多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哟，咱们连10几万的车都买不起，你一个女娃居然黑咱们的钱买100多万的车，咋这么不要脸哟？我气得不行，可看到旁边一脸愁容的父母，还是耐着性子跟他们解释，大家误会了，除了运输的成本，咱们直播也得花大价钱去推广运营，这些成本七七八八算下来都得7块多，我每斤的提成也就几毛钱，根本没坑大家的。而且我的车是用大学攒的钱买的，买好车也是为了更方便的谈生意，不是为了自己享受。可我的解释并没有让村民们信服，相反，他们反而更加义愤填膺，说的话也越来越难听。你一个女娃娃，念个大学都是你家里给凑的学费，咋可能3、4年就赚100多万？就算真是你挣的，是不是在外面干了啥见不得人的职业哦？林老汉清清白白一辈子，居然养出了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真是臊皮打脸。眼瞅着他们说话越来越难听，我爸妈的脸色也越来越苍白，妹妹更是被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难听的话气得不行，眼眶红红的，急声替我辩解：你们胡说八道，我姐姐本来都在大城市签了好工作了，为了回乡带你们一起脱贫才放弃的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她？你们就是嫉妒我姐姐能干有本事。可妹妹的话没人理会，甚至有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她，笑得猥琐又下流。哪个晓得你姐在城头是干啥子工作的？说不定这车就是被包养了以后老男人送的。你妹妹气红了眼，嗓音都带着哭腔：哟，被说中了，心虚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够了！我震天一吼，周遭突然没了声音，陷入了一片死寂，盯着村民们阴沉又不忿的眼神。我忽然明白了，说来说去，这群人就是为了一个钱字。你们今天来闹，到底是想怎么样？我懒得跟他们多废话，盯着林耀祖这个始作俑者的眼睛，直入主题。林耀祖冷哼一声，瞄了眼门口的方向。门外，我的保时捷静静停在那里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也不是不讲情分的人。今天大家都在，你当着大家的面儿把之前吞的钱吐出来，给大家分了，以后也不准再吃大家的利润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说那辆保时捷是谈生意用的吗？生意是大家的，车子也应该让大家轮流用。你马上把车钥匙交出来，咱们就不跟你多计较了。要是你不答应，你贪了这么多钱，大家随随便便一报警，你肯定得被抓进局子里去坐牢。要怎么做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他的眼神不怀好意地在我的车子上扫视一圈，露出精明的光。一瞬间，我就明白了。前几天我听爸妈说，林耀祖已经快30岁，可整天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家里也没啥存款，根本没人愿意给他介绍对象。他是眼红我挣了钱，又买了好车子，这才来故意找茬闹事的。
我冷笑一声，走到他面前，冲着得意洋洋的他狠狠啐了一口。我呸！你个没脸没皮的乌龟王八蛋，自己屁本事没有，整天只会啃你老子当败家爷吗？现在眼红我，又跑过来满嘴喷粪找茬，真他妈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昧着良心赚大家的钱，我的收入都是我应得的。至于我的车子，那是我本本分分靠写程序赚的钱买的。你想霸占我的车，毛都没有。要是你再敢煽动大家来闹事，来造我黄谣，我马上就报警，看看到时候要坐牢的到底是谁。我气得不行，指着林耀祖鼻子骂了他个狗血淋头。他被我的气势镇住了，呆呆盯着我，连回嘴都忘了。你这个小婊子，居然敢骂我儿子，老娘打死你！林耀祖的妈，也就是我二婶儿，突然从人群里冲出来，扑过来就要给我一巴掌。我爸见状，立刻拽住他的胳膊，可我二婶儿却突然故意一屁股摔倒在地上，指着我们全家就哭闹起来。哎呦，大家伙儿给我评理啊！这家人欺负人了，骂我儿子还不够，还要打我哟！他们黑了乡亲们的钱，开豪车修房子，到头来还要打咱们这群被坑了血汗钱的农民，要不要脸哟？要是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就不活了！他哭着就要去找绳子上吊，被村民们慌忙拦住。可这一闹，大家愤恨的情绪更加高涨。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叫一声，冲过来就揪着我妹的衣领，啪一下就扇了她一巴掌。我妹被扇得放声大哭，可她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死死咬住了那个人的胳膊，说什么也不放开。那人哭天喊地的，对着我妹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可我妹忍着疼，咬得更重了，叫她活活见了血。我妈想拦住那个人，结果被另一个眼尖的中年女人一把揪住，两人扭打起来，扯头发扇脸皮。我爸想护着女儿和老婆，可好几个壮汉把他团团围住，死死把他按在地上，根本动弹不了。林耀祖和我二婶儿得意洋洋看着这一切，眼神里满是算计和兴奋。我一言不发，冷着脸直接从厨房里掏出一把菜刀，当着众人的面一把砍向正在打我妈的那个女人。砰！菜刀划过那个女人的胳膊，直接砍到了她旁边的椅子上，把脆弱的竹椅扶手直接活生生砍成了两半。一瞬间，所有人甚至忘记了尖叫，全都安静了。女人睁大眼珠子，颤抖着盯着我，裤子已经如湿了一片。我举着菜刀对着脸色吓得惨白的林耀祖，双眼充血，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，全都给我滚，不然别怪我今天不客气。菜刀被我猛地砍到桌子上，直接嵌在里面。你给我等着，林思瑶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林耀祖结结巴巴地甩下一句狠话，带着其他村民们忙不迭跑了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和留下来的小翠一起搂着无声抽泣的妹妹和疲惫的父母。方才的怒意渐渐散去，我想起林耀祖临走前那个凶狠又算计的眼神，心里涌上一阵不安。虽然今天闹了一通，可晚上的直播依旧在继续。我虽然生气村民们难听的话，可说到底，现在全村的16生意都在我手上，也不能真撂挑子不干。可在直播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的，往日气氛融洽的弹幕区忽然变得乌烟瘴气，甚至多了许多对我和我家人的人身攻击。天，这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？都已经被实锤了，还敢来带货？只知道赚黑心钱的臭娘们，能不能带着你全家去死啊？看着温温柔柔的，之前还立人设说自己是清澈大学生，我呸！恐怕是哪个野鸡中专出来的太妹吧？
但凡有点道德素质，能干出这种事。弹幕对我的辱骂越来越不堪入目，直播间甚至都受到了影响，被下架了许多次小黄车。我忍无可忍，干脆中途停播，一个一个去举报那些话说得格外难听的。举报还没结束，小助理突然火急火燎打电话过来，嗓音满是焦急：“姐，你快看微博，那上面有你要砍人的视频，是不是谁在恶意剪辑啊？这明摆着就是故意来黑你的。”我心头一惊，立刻想到林耀祖他们白天闹的那一处。果不其然，我点开微博，发现不知道是谁拍的我要砍那个女人的视频上了热搜。只是视频被恶意剪辑过，不仅删去了那个女人先动手的画面，还故意把我说的话用恶意满满的方式剪出来。镜头里，村民成了讨血汗钱的可怜农民，我却成了霸占黑心钱还嚣张跋扈的小太妹。而且我发现视频里其他人的脸都被处理过，看着都很模糊，可是我们一家子的脸却清清楚楚的，明摆着就是要整我们。我扫了眼评论区，发现这群人骂得比直播间还脏。这女的也太不要脸了吧！霸占血汗钱，当心生孩子，没屁眼！你们看到她门口的保时捷了没？她还说是自己大学挣钱买的。我还没见过哪个女大学生这么有本事，能自己买豪车，多半是在当外围。哟，这不是某某大学的林思瑶吗？她前男友是我同学，说她看着文文静静的，其实私底下骚得很，技术可好了，一看就是被好多男的睡过的货色。我气急反笑，这么多年我恋爱都没谈过，哪里来的男朋友说我技术好？还没缓过来，小助理的电话又打过来了：“姐，好几家合作商都要跟咱们解约，还要咱们赔偿损失，加起来得好几百万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”他们说要是1周内咱们还不上钱，就要翻倍赔偿。我又急又气，可还是勉强稳住心神，先是宽慰了小助理几句，让他去搜集证据，把网上那些骂得最凶的人给告了。然后我又一一给合作过的公司打电话，苦苦哀求他们再多给我们一些筹集赔偿款的时间，可得到的全都是冷冰冰的拒绝。明明是8月的天气，我瘫坐在椅子上，后背都在冒冷汗。就在这时，林耀祖的电话打过来了，我蓦然接起电话，电话那头，林耀祖的声音得意又嚣张：“林思瑶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你要是乖乖听话，把大家的钱给吐出来，我还能放你一条生路。结果你倒好，非要把事情闹成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。现在好了，你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。我看你还能怎么搞直播？识相点儿，就赶紧把车子交出来，再赔偿大家的损失，要不然还有你好受的。”林耀祖那头吵闹不休，那群村民围在他周围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可说出的话却无比刺耳。瑶瑶，耀祖说的对啊，你说你非要把事情闹成这样，何必呢？你赶紧把大家的钱给吐出来，要不然你们一家都滚出村子，不准住在我们这儿。我早就说了，你一个女人本本分分待在家里找个人嫁了不好吗？非要带着大家做生意。现在好了，闹出这种事，你要是早听一句劝，够了！我怒吼出声，对这群白眼狼彻底死心了。林耀祖，你以为把我名声搞臭了，你就能有什么好处吗？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，我嗤笑一声，声音也有些恶狠狠的：“我告诉你，本来谈好的生意，人家不愿意跟我们做了，现在订单全都取消了，别人还要我们赔损失。你以为搞臭我就能报复我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全村的生意都没得做了，你满意了？
电话那头陷入了更深的沉默之中。许久，林耀祖才难以置信、无比震惊地开口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些订单都已经下了，好好的生意人家怎么会突然不做了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嘲讽道：“拜你所赐，你搞砸了我的直播，人家合作商退单退的理所应当，还要找咱们赔钱呢。林耀祖，我看你现在能怎么办？”电话那头传来村民们七嘴八舌的声音，有气急败坏的，有无比震惊的，还有哀嚎遍天的。咋可能？果子马上就要熟了，咋能不要了？说好的订单怎么可能又退了？林思瑶，是不是你在搞鬼？你存心报复我们？你就是个搞直播的，人家要买的是我们的果子，又不是你，凭啥你名声臭了，我们的果子就卖不出去了？肯定是你耍了什么奸计。电话那头此起彼伏传来对我的声讨，我听着这些平时对我讲话和颜悦色的村民，现在像疯子一样，把不满和怨恨统统发泄到我的身上，只觉得心里无比凄凉。或许最开始，他们的确只是想给我一个教训，让我被网暴一下，可没想到我遭了罪，他们也脱不开干系，也被一起牵连了。真是天道好轮回，我不知道该说他们坏还是蠢，可念着同乡的情分，还是叹了口气，好生劝导，要是还想做生意，就赶紧给我澄清，再把赔偿款凑齐。兴许这阵子过了，我在直播，村里的果子还卖得出去，别真等到果子烂到地里才知道后悔。这句话我是专门对着林耀祖说的，果子卖不出去，最着急的人就属他了。下午我妈才告诉我，有人给林耀祖说了个对象，可要拿出5万块的彩礼，姑娘才愿意跟他结婚。现在林耀祖全指望着家里的果子能卖出去，自己才能娶到媳妇。可挂断电话前，我并没有听到他的忏悔，相反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早上还要凶狠许多。林思瑶，要不是你这个贱人，大家咋可能赚不了钱，还得赔钱？你给我等着！撂下狠话，他啪一下挂断了电话。我一脸不忿，如今是法治社会，他还能弄死我不成？可半夜醒来，看到院子里乌压压围着一堆打着手电筒的人时，我才惊觉自己低估了人性之恶。处理完了退货的订单，我觉得心里有些空落落的，便抱着被子跟妹妹一起睡。可睡到半夜，我突然感觉身旁火烧一样热，伸手一摸，我妹居然浑身烧得滚烫，我急得不行，连衣服都来不及换。起来以后叫醒爸妈，看到我妹已经高烧烧得不省人事，嘴角还冒着白沫，吓得眼泪都要出来了，背起我妹就往楼下冲。可刚到1楼，我就被眼前灯光如昼的场面惊呆了。村子里大半的人都来了，他们围着我的车，举着手电筒，一脸不忿。可最让我震惊的是，他们人人都拿着一根碗口粗的木棍，眼神凶狠，浑身的肉都紧绷着，不像朴实的农民，倒像极了一帮穷凶极恶的黑社会。为首的自然还是林耀祖，他故意光着膀子，露出精壮结实的肌肉，一手拎着棍子，故意挡在保时捷前面，眼珠子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全家。可我妹妹的身子越来越烫，我顾不得管这群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只想穿过他们，赶紧带我妹上车去医院。可我一往车子的方向走，就有人故意走过来，把路给挡住。我往旁边走，他们就往旁边挡，根本不给我上车的机会。林耀祖一步一步走到我跟前，晃悠着那根碗口粗的木棍，上下扫了我一眼，目露嘲讽：“哟，这是看懂了大篓子，要赔钱了，就要带着全家人跑路了。你赶紧让开，
我妹妹发烧了，要送医院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我懒得跟她多废话，瞅准机会就想从她旁边绕过去，钻进车子里。可她却突然推了我一把，要不是我爸妈眼疾手快扶住了我和妹妹，我们差点摔在地上。装什么装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把钱给大家吐出来，再把订单重新弄好，就别想走。周围的村民也附和他，表情贪婪又阴森。就是，闯了祸就想跑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？赶紧赔钱！妈的，再不把钱吐出来，老子砸了你全家！他们挥舞着手里的木棍，盯着我们全家的眼神像凶狠的野兽，看着肥美诱人的肉。我妈摸着妹妹的额头，眼眶刷一下就红了。可周围人把我们围得死死的，怎么走都出不去。她急得嗓音里都带上了哭腔，无比哀求地望着众人：乡亲们，有啥事儿等俺家妮妮看完病再说行不？俺求求你们了，妮妮身子本来就弱，经不起折腾，求求大家了，就让瑶瑶先带妮妮去看病吧。我们老两口留在这里都行，绝对不会跑的。我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眼瞅着没人让，竟然直接跪到了大家面前，磕着头求大家让我先带我妹去医院。我也没办法，忍着心头的委屈和心酸，一遍又一遍苦苦哀求拦路的人们，可他们丝毫不为所动，反而看起了我们全家的笑话，个个都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。这一家子居然也有今天，真是痛快！哼，我看就是亏心事做多了，才报应到娃娃身上，活该！你看林婶子磕头的样子，像不像村口的那条大黄啊？哈哈哈！周围人爆发出一阵哄笑，我妈却还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磕着头，连额头都磕破了。我又急又气，心一横，干脆背着我妹妹从林耀祖身边硬闯过去。可他趁我不注意，一棍子砸在我的腿上，害我瞬间跪倒在地，地上的妹妹也被重重摔了出去。林耀祖看到我们狼狈的模样，得意的哈哈大笑，笑到猖狂的时候，又一棍子挥向我的车，直接给我的车身砸扁了重重一块。砸完了，他还朝我挤眉弄眼，一脸得意洋洋。妈的，老子开不成，你也别想开，是不是特别气啊？特别想打我啊？我告诉你，林思瑶，你家的监控早被我们砸坏了，就算你想告我们，你也没有证据。识相点的，快点把钱给老子赔了，不然老子连你一起砸。似乎是被他的行为鼓动到，周围的村民们也开始举着棍子砸车，一声又一声闷哼，砸在车身上，也砸在我的心里。滚烫的泪水从我脸上悔恨地流下。这一刻，我盯着这群面容扭曲的白眼狼，心里无比后悔，为什么要放弃高薪工作，跑回来帮他们脱贫？你个死丫头，还想打人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非得……妈呀，怎么有血？刚才我没注意的时候，妹妹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站了起来，倒在了旁边看热闹的女人身上。女人原本以为她想打人，举起巴掌就要扇过去，可我妹妹却突然干呕一阵，直接吐了一大滩血在她身上。这下刚才还嚣张砸车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包括林耀祖。他们的确是想破坏监控后砸了我的车，给我一个教训。可现在看到我妹妹正大口大口吐血，才发现自己真的惹出大事儿了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朝着四周的方向慌忙逃窜。我急忙抱起还在咳血的妹妹，一瞬间眼眶猩红，盯着周围这些刽子手或慌张或恐惧的背影，心头涌起了最猛烈深沉的恨意。这群丧尽天良的王八蛋！林耀祖率先丢下了棍子想跑，我却忍不下
心头这口恶气，抄起棍子直接朝他头上砸下去，顿时砸得他头破血流。林耀祖痛苦地捂着额头，正要骂我，却被盛怒的我一把揪住衣领，又是猛的一下砸到他脑袋上。这一下我用了10足10的力气，林耀祖顿时被砸晕了过去，看得周围的村民们眼中充斥着恐惧，像看怪物一样看我。我把林耀祖扔到一边，盯着他们，眼神冷漠至极，还透着藏不住的杀气。今天的账我一笔一笔记下了，你们每个人的脸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，该等着的是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逃不掉。说完，我把妹妹抱上已经破烂不堪的车子，开车就朝着医院的方向冲过去。一路上不知道闯了多少个红灯，终于开到了离我们最近的医院。我把妹妹送进了急救室，和爸妈一起坐在门口的椅子上，一脸淡漠，看着手术室门口亮着的灯，盯着手上不知道沾着的谁的血。我心里的恨意止不住地上涌。瑶瑶，今晚又闹了这么一出，咱们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我爸扶着额头，整个人看上去沧桑不少，仿佛一瞬间老了10岁。该想以后要怎么办的是他们。我淡淡开口，握紧手机，嘴角渐渐浮起一抹冷笑。这群无知的蠢货，为了一点钱把我们全家害成这样，还想美美过好日子，做梦。就在这时，小翠的电话打过来了。瑶瑶，你别担心，我已经说服我爸妈了，村里的大家也很想你来帮忙带货，还说你的抽成不应该那么低，要给你分更多利润呢。大家之前看你回你们村里帮忙，都不好意思跟你开口。今天出了这种事，大家都看了视频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怀疑你的人品，都在帮你说话呢。听着小翠的话，感受到了村民们真挚的善意，我只觉得冰冷的心仿佛又重新有了一点点的温度。我和小翠虽然不是一个村子的，可我小时候也经常去隔壁村找她玩，跟隔壁村的大家也很熟悉。隔壁村也在种石榴，本来我想着先把自己村子里的直播做好了，再帮着他们一起卖。可现在看来，我之前纯是帮了一群白眼狼。既然他们不想赚钱，那就让别人赚钱好了。想到林耀祖那个得意忘形的模样，我的嘴角勾起了嘲讽的弧度。直播好做，我倒要看看他能做出个什么名堂。经过3个小时的急救，妹妹终于脱离了危险，只是还需要在医院里静养。我给爸妈开好宾馆后，独自开车回了老家。可离家还有一段距离，远远看到我家房子以后，我惊住了。大学靠直播挣了钱以后，我给家里出钱翻新了房子，修了个2层的漂亮小洋楼。可现在远远望过去，房子的外墙一片漆黑，漂亮精致的玻璃窗被砸碎，渣子掉得满地都是。我咬紧了牙，快步进了家门，果然发现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明显打砸过，就连直播间的设备也全都被偷走了，一看就是故意的。盯着原本温馨的家被破坏成这样，我心里的怒意越来越盛。可我知道现在还不到算账的时候，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我忍住恶气，准备开车回医院。没想到刚到村口，又遇到了林耀祖。他的脑袋上裹着一圈纱布，眼角还残留着淤青，看上去鼻青脸肿的。看到我的一瞬间，眼神里还闪过了惧怕，可很快他又强装镇定，一脸嘲讽：“哟，居然还敢回来，你是真不怕死啊？看到你家的样子了没？我告诉你，在林家村敢惹老子，就是这个下场。我知道你跟李小翠那个贱人说好了，要去他们村子继续直播。我告诉你，有我林耀祖在一天，
你就别想好好做生意。我被他这一副法盲的样子快气笑了，干脆不管他，直接开车假意朝他撞过去，吓得他连忙后退，不小心跌进了路旁边臭气熏天的牛粪堆里。看着后视镜里他无能狂怒，怎么甩牛粪都甩不掉的模样，我会心一笑，开车回了医院，跟爸妈简单说了一下老宅的情况后，他们对视一眼，叹了口气：“爸妈，反正老家你们也没有别的亲戚了，这段时间就搬到城里来住。”我宽慰着他们，顺便把保管许久的大学时期就给他们买的房子钥匙塞到他们手里。我知道他们对老家还是有不舍的，可昨晚上村民们的表现实在让他们寒心，没办法，只能同意我的想法。安顿完他们，我开车带上了一个朋友，又回了邻村。小翠早就按照我说的重新买好了直播设备，她和几个村民站在村子口等我。我一下车，小翠的妈妈就往我手里塞了好几个热乎乎的肉包子，笑容朴实又善良。瑶瑶，小翠说，你这么晚了还没吃早饭咧，再辛苦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，快吃点东西，别饿着。周围的村民们也七嘴八舌的让我吃东西，还有大婶让我别着急带货，先好好休息。望着他们朴实憨厚的脸，我心头越来越暖，也越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。就在这时，副驾驶的门开了，在看到从我副驾上下来的人后，大家纷纷惊得捂住了嘴。我去，你不是那个大网红恩总吗？天，俺也是见到名人了，你咋到俺们这里来了？孟来摘下墨镜，朝着大家微微一笑，又看了我一眼。大家好呀，我是受瑶瑶所托，来帮大家带货的。大家放心，在互联网上还没有我小恩卖不出去的东西。听到孟来这么说，村民们喜笑颜开，小翠妈妈更是激动地拉着我的手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我和孟来对视一眼，会心一笑。孟来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俩是一起搞直播的，只不过为了避嫌，我们一直在装互联网陌生人。之前看到我被网暴，他气得就要用大号帮我出声明，我却在第一时间制止了他。毕竟登高才能跌重，不让那些人以为他们能整我，怎么能叫他们放松警惕呢？和热情的村民们吃了晚饭后，我和孟来开始直播了。只不过这次全程出镜的是他，我成了镜头外的小助理。因为他提前在自己社交媒体上预热今晚会助农直播，所以一开播，直播间的人数就一直蹭往上涨。不得不说，孟来能成为头部的大网红，的确有几把刷子。16过敏可以吃吗？过敏你吃了就完蛋了哈！吃完闭上眼睛，准备让妈妈再生一个吧。主播请问16里面有防腐剂吗？想吃自己家哈，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。没关系的，你给我花，我是娘炮。本来直播间就热闹，他今晚上更是卯足了劲玩梗。一瞬间，我们这个小小的直播间居然直接冲上了热搜，吸引了更多的人来观看。20分钟不到，今晚准备的订单就全部卖出去了。看着不停上升的销售额，我心里一阵狂喜。不过直播到一半的时候，小翠悄悄走进来，在我耳边一阵耳语。我和孟来对视一眼，孟来立刻心领神会。我和小翠出门后，发现放着果子的仓库那边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李家村的村民和林家村的村民们纷纷对峙，剑拔弩张。而林家村的带头人还是林耀祖，他举着火把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。看到我走出来，眼珠子里满是怨恨。林思瑶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告诉你，要是你再不还钱，
老子今天就把他们的仓库给烧了，咱们来个同归于尽。我气急反笑，你们自己造孽，在网上捏造我的谣言，还好意思让我赔钱？我告诉你们，这都是你们自找的，今天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。还有，你们砸坏了我的车，害我妹妹吐血，我还要找你们赔钱。听到我的话，林家村的村民们忍不住了，赔个屁！把你的车砸了又怎么样？你不愿意充公，你自己也不准开，你妹妹那是活该，见胚子赔钱货，早点死了的好。俺们不管，单子当初是你谈的，现在你必须把单子又给俺们谈回来，不然俺们就赖在这里不走了。林耀祖环视一圈李家村的人，眼珠子咕噜一转，又开始说我坏话。大家还不知道吧？这个女人压根儿没啥真本事，她的钱都是傍男人傍的，你们信她能卖货？小心赔的裤子都不剩。林耀祖还没说完，小翠妈妈气得一口唾沫吐在了她的脸上。我呸！你个偷鸡摸狗的混球，还好意思造谣人家瑶瑶？谁不知道你林耀祖就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王八蛋，天天窝在家里啃老，屁本事没有，还好意思在这里学狗叫？我告诉你，瑶瑶那是自己有本事才能挣钱的，你以为谁都像你，除了张嘴拉粪啥都不会干？林耀祖气得不行，正要冲过来打小翠妈妈，却被我一下子拦住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问道：林耀祖，我家房子是不是你烧的？还有我家里的东西是不是你砸的？林耀祖混不吝一笑，眼神里满是得意。是我烧的砸的又怎么样？林思瑶，你们全家都是活该，要是你早点把保时捷给老子，老子至于费心思整这一出？还有，你最好快点把赔偿款凑齐，把欠大家的钱补上，要不然老子还得让你死网上。你也别想着报警了，镇上派出所里老子有熟人，大不了蹲几天，等老子出来了，你们全家都得完。听完他的话，我又看向一直愤恨望着我的村民，所以你们也觉得我直播卖16块一斤，该给你们的钱也是16块，我就该1分钱都不赚，还要倒贴成本。村民们纷纷冷笑，不然呢？你好歹也是村子里长大的，为大家做点贡献怎么了？要不是你赚了大家的钱，我们也买得起保时捷。一个女人家的，天天把钱看得那么重，真不要脸。听到村民们的咒骂和怨怪，我忽然笑了，笑得无比大声。阴影里，孟来举着手机，一步一步走出来，而刚才村民和林耀祖对我咒骂以及承认罪行的画面，就这样明晃晃暴露在直播间的每个网友眼里，丑态毕露。而直播间里，大家纷纷惊掉了下巴。我去，这个村子的人都疯了吧？我就说肯定有反转吧，没想到反转这么炸裂。人家好心好意回乡直播带货，结果这群人还想人家姑娘赔本给他们赚钱，要不要这么不要脸啊？还去烧人家房子，砸人家车，不就是看不惯人家过得好吗？这已经是犯法了吧？太可怕了！看到直播间里越来越多的负面评论，林耀祖急红了眼。你他妈的，你敢阴老子！林耀祖气得不行，冲过来就要抢手机，可孟来人高马大的，一把就把他推得老远。他一脸嫌弃地掏出手帕擦手，还不忘跟我吐槽道：不讲理的我见多了，你们村的居然能奇葩成这样，也是离谱。乡亲们，快把这个手机抢过来，大家一起来抢，就算要去公安局，也不可能把这么多人都关起来。林耀祖见抢不到手机，又想煽动村民们打人，可李家村的大家也不是吃素的，早就有人从自己家里找出了锄头和铲子，
这群人要是真冲过来，挨打的还不知道是谁。剑拔弩张之际，小翠突然喊了一声：“是警车！”警察终于来了。伴随着他的吼声，警车低呜低呜的声音从远方渐渐传过来。这下，包括林耀祖在内，所有林家村的人都白了脸色。我和孟来对视一眼，会心一笑。今晚的事情本来就只是个局，我故意放出要在李家村带货的消息，还把孟来请过来，就是要让林家村的人的嘴脸彻底暴露，并且激怒他们做出不可挽回的事情。这下真相不仅大白于天下，这群人也实打实闹了事，绝对会不得善终了。足足折腾了1个礼拜，事情才算告一段落。警察来了以后，当场拘捕了闹事的不法村民。我也掏出监控，当场指证林耀祖他们毁了我的车子，烧了我家房子。看到监控的时候，林耀祖和村民们脸都绿了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除了我家门口明显的监控，我还在不起眼的地方也安装了几只，甚至在家里面也有。而这些都一一记录了他们完整的犯罪事实，铁证如山。林耀祖和其他村民只能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被纷纷依法判了刑。林耀祖爹妈气个半死，原本定好的亲事也吹了，家里也因为赔钱彻底破产，他们只能卖了老房子，跑到更便宜的地方去住。剩下的那些没有被判刑的，也因为闹了这么一出，把林家村的名声彻底搞臭了。这下林家村的石榴彻底卖不出去了，只能烂在地里，损失惨重。而李家村的石榴则在名声得到翻盘的我和孟来的双重带货下，销量节节攀升，1周不到就顺利卖了所有的货，甚至还预定了来年的单子。那些欺负过我家的人，为了生计又求到我头上，想让我也帮他们再卖。他们筹资给我修好了老家的房子，还赔了我一大笔钱。可我收了钱，却依旧拒绝。开玩笑，东郭先生与狼，郝建与老太太的故事历历在目。我可不会再因为一时的心软，放弃自己的大好事业，去帮这群白眼狼了。卖完石榴后，我又和李家村的大家商议，除了卖石榴这种传统的商路外，大家也纷纷出钱在村子里修了各种娱乐休闲设施。村子本来就山清水秀的，除了发展种植业，现在又开始尝试做旅游业。因为秀丽的风景和好客的村民，得到了不少的好评。渐渐的，村民们的钱包纷纷鼓了起来。我也顺利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把直播带货的生意越做越大。正如我一直相信，只要自己肯努力奋斗，不想着歪门邪道，肯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